哈喽，大家好，我是文刀，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陪大家一起看入戏。这次看我也不知道我会带来什么一些自己的自我感受吧，对，然后就是陪大家一起玩，好吧？好，我现在开始看第一集了。哇，这个声音还是有点刺激的。Action！ 哇哦，吻起来了。两个人鼻子很高，大家朋友们，你看，他们鼻子很高的时候呢，就是会容易撞在一起，然后就会这样子。所以亲的时候应该是要这样亲。我在说什么？这一趴的这个窗帘后的这趴戏我还挺喜欢的，就两个人表演的那个状态。大家知道，就是这一场戏虽然是第一集前半部分的吻戏啊，但其实应该在拍摄的时候，我记得是中后期我们才拍摄到这一趴戏。我觉得在开机以前的时候，我是比较担心他们俩的亲密戏的部分的，但是已经在中后期的时候，我其实亲密戏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了，就是完全不太需要去指导，并且我本人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我是一个比较害羞的性格，所以我每次去指导，亲密戏的部分的时候，我其实也挺不好意思的，所以我就是，我也是，硬着头皮在上的一种感觉啊，朋友们。然后，在这一场戏呢，我是在他们之前，他们亲吻，他们很容易亲得很猛，对，就是直接就非常猛的来，但是可能在画面呈现上，有时候没有那么好看，对，然后可能不同的吻也需要你不同的一个方式吧，对吧？大家浅浅的吻一下，然后浅浅的松开，有的人会很喜欢这种，有的人也很喜欢那种疯狂猛烈的吻，对。当然，我们的故事当中，不同的吻都有去呈现。我也是希望在不同的人物阶段的时候，他们的一个亲密的互动的状态是会有能做出一点区别的。大家也可以慢慢去看。洗手间在那边。那基本上都是原著的情节。这都是朝内拉起来的时候，你在后面干什么？哦，当时窗帘吻那一趴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有想过说用那种薄纱去做，可能透过外面的光会很美。然后实际上是后面也在考虑到一个问题，因为原著是有一句台词嘛，就是陈振森说的说你们在后面去干嘛？对，如果是薄纱的话，它根本就是这句词儿就不成立。对，所以我们最终还是选择可能依据当时的人物的状态，还是选择比较偏厚一点的窗帘去遮挡他们。当然，好像我看到我播出我的这集 reaction 的时候，其实呢，大家已经看完第一集了，好像没有人关注这个点，好吧？好，那我就继续往下放了。一开始开机之前，因为我们是基本上是按照原著一样，让他们提前了差不多应该是在10天左右吧，然后去进组去围读也好，要去诠释张准、高准和真心方赤2个角色，我是觉得是对所有演员都有很大的难度，特别是对新人演员来说。还有就是医患组大家也知道是一个比较难演，没有那么好演的东西了。入戏这个剧本在目前的市场的一个故事性里面的演员的表演难度其实不小，对，当时非常担心。但是后面开始拍摄了之后，他们其实给了我很多的惊喜。他好爱吃饼。大家记住这个葱油饼一直会出现。大家听他的手机铃声，我们每个人的手机铃声都有做小设计哦，不是求夸的意思啊，大家不要说，偶尔可以夸一夸。他们古装造型我们其实调了很多次，对，我们试妆的时候是试了一次，然后我不是特别满意，然后后面又去调了一些新的衣服，
更新的造型来，然后最终确认的是这2套。虽然我记得这一场戏在原著里面其实并没有着重的去提，但是我们还是想去，塑造出2个人有一种宿命感的地方，所以就是说希望在这一篇幅里面还是尽量去呈现出来。这个爱心的洒满花瓣的小床床是什么？是你们爱的温床。好了，我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儿了。他，哇哦，哇哦！你他妈怎么在这儿？我知道很多人就是截了这个画面去说什么，去吐槽吧。当然，大家有吐槽的权利啊。对。但确实，我们在我们的剧集当中，在我的选角日记里面，之前也有跟大家说过，就是我们其实整体下调了我们2位演员的设定，对，所以他们并不是一个30多岁的设定，而在我们的一个剧集的故事当中，他们是一个20多岁的少年影帝和一个新人演员的故事，可以大家这样理解，对，就是我们戏外的画面调色跟我们戏内的画面调色会做出区别化。对，我们戏中戏医患组的故事当中，我们还是会更加的倾向于它更加的电影感。当然，我们也不是那种阿宝色那种大家知道那种很土了吧唧的那种颜色。对，然后但是在戏外，就是它可能反差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情况下呢，可能人物的肌肉啊线条它就不会显得那么明显。但其实我没有觉得它特别的瘦。当然，我知道就是大家可能想要的是那种strong， 对，但是其实还行。这是导给的 U 盘，让我们2个一起坐在床上，看完这里的每一部电影线。有这个必要吗？你演得很好吗？你演得很好吗？看完剧本你就知道有没有必要了。哇哦，暂停一下。就大家知道这个是我们真实的剧本拍摄的这个画面，所以就是这些画面我们都会拍。真要全部演出来吗？当然要全部演出来啊！进来说话。敷上面膜。你拍戏时东西就这样放床上？以往有助理啊，可这次要提前进组培养感情，就不准我带了。那你家里也是助理收拾？女朋友说啊。公司前几天宣传不还说你没有女朋友吗？寂寞男神吗？我地下情不行啊。行，当然行。放心，我会当什么都不知道的。大家已知，就是在原著当中呢，我们2位男主角都是有女朋友的，对。在我们剧集的改编当中呢，我们也是保留了他们各自有女朋友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关系网，然后也是说希望有不同的角色去丰富整个故事的色彩浓度，对，当然我们也是考虑了一些观众的当然我们也是考虑了一些观众的喜好吧，所以我们针对于他们2位女生的故事线呢，我们是有所调整的，对，然后他们的人设呢，我们也是有所调整的，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期待后面2位女生登场的部分，好吗？大家想看的都有，不想看的应该没有，不会乱改的啊，尽量不要去跳过我们的片尾曲，当然大家可以拖动，这没办法阻止大家，对。然后不要忘记，就是我们片尾结束之后有彩蛋故事的，有番外故事，对大家，所以就是可以去
关注这方面的东西，不要少看哦，漏看有时候会看不懂哦。然后我们的片尾曲呢是我们的奥利朋友带来的《Tiger in My Love》，对。上架了 QQ 音乐，大家可以去 TME、QQ 音乐、酷我音乐，还有酷狗音乐去收听这首歌曲。在这吃饼，他真的很爱吃饼。伞被别人拿走了，人淋着雨。那个饼好像很好吃，在现场他哐哐炫了3、4个。他叫什么？不知道。你也吃过啊？有的在里面。哎，我发现有些观众没有发现这个小细节。你看他，张准坐在这个位置，他其实明明再挪个2步，他就不会被淋着雨，那就是一直在淋着雨在那吃。好，放下哈。OK， 第1集的导演裴柔就到此结束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会去看第2集、第3集，然后到整个播出期间呢，我们是首周更3集。就是我觉得我这条 reaction 发出来的时候，大家应该是看完前3集的一个状态。然后在次周开始呢，然后是我们周5、周6的19点钟去播出我们的入戏的后面的集数。对，周更2集，大家可以去多多关注我们的舒媛跟奥利的他们的双人的直播，然后以及他们的 reaction 会带来哪些有意思的话题点呢？对我也不知道。对 ，OK， 然后当然有后期的剪辑的艺术，如果是不能说的，我们可能会都会剪掉。对，好，然后以及后面的集数，我也有可能会偶尔直播一下给大家来看。对，但是我看情况吧，好不好，朋友们？然后。先这样，拜拜。第1集。